好的，大家好，我是杨老师。那现在呢，我们正在学习的是 HSK 6级考前辅导系列课程。这个课程的课时比较多，希望大家能够耐心的跟着我们一起来学习。那我们这个课程是按照听力、阅读和书写3个部分进行的。现在呢，我们正在进行的是听力的第3部分。在前边呢，我们已经介绍了听力的第3部分的一些基本的情况，比如说考什么样的题目再比如说有哪种类型的文章，我们一般用什么样的办法去做题，在前边都已经讲过了。那从上一节课开始呢，我们就按照这个文章的类型进行一些练习。那上节课我们练习的是故事，我们在故事里边用了3个练习来告诉大家有什么样的故事。那现在呢，这节课我们要讲的就是科普文章。首先来介绍一下什么叫做科普文章。那科呢，就是科学的科，普就是普及的普，就是我们把一些科学知识普及给大家，介绍给大家这样的一种文章。所以在这个部分的这个听力里边，我们会听到的短文有，比如说介绍一种动物，或者介绍一种植物，或者是研究分析人类的行为、人类的心理，或者是一些生活的常识等等。我们会听到介绍这些知识的一些文章那么在我们的听力第3部分里边呢，我们说比较难的是这个文章会稍微比较长一点所以你需要去记住里边的内容。那另外就是如果是科普文章的话呢，可能你会听到一些比较专业的词汇，有可能甚至这个词汇你不懂它是什么意思这样的情况也会出现。那我们知道呢，本来 HSK 6级里边就有一些你会听不懂的词，但是呢，我们经过一些练习会发现有一些词听不懂其实并不影响你去做题。在这里呢，大家一定要记住有的地方听不懂没有关系，我能够做题这是非常重要的。那还有一点就是，我们也向大家介绍了一下，在做这样的题目的时候，你要尽可能抓紧时间去看题目的这些选项，也就是 A、B、C、D。那有同学说，老师，我真的没有时间，我怎么办？那老师的建议是，你有几秒钟的时间的话，一定要先看最后一个题目，然后呢，你一边听一边看这些题目的 A、B、C、D， 这样的话，你一定能够记住这篇文章里边最重要的内容。然后你听了问题以后，基本上就可以选择出来了。那我们现在先来看一下科普类的文章呢，一般来说都会开篇点题。什么意思？就是我的文章一开始会告诉你下面我要介绍什么，然后呢，我会进行一些详细的介绍。那在介绍的时候呢，如果这个内容比较丰富，我还有可能会用到首先、其次、最后这样的词汇。当然了，不一定用，但是也是有可能的。那如果用到了，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同时呢，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有一些词比如说像因为、但是、实际上这样的词汇，在这样的科普文章里边也是比较经常出现的。那如果出现了，你一定要记得，在这些词的后边一定有答案，一定有非常重要的内容。所以在这里呢，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那这是我们的一个简单的介绍。那虽然老师说了一些这个文章的特点，但是可能如果同学们没有听到的话，还是会觉得有点不够清楚。那现在呢，我们来做一个练习，来体会一下。那做练习的时候，我们还是按照我们的这个方法，先要看最后一个题目因为有的时候上一个题目13秒的时间让你去做题，你可能用5秒8秒的时间把这个上一个题目做完了，然后下一个题目一下子有4个题让你去看，你可能没有时间一下子把它们都看完。
如果没有时间把它们都看完，那你的选择就是先看最后一个，因为最后一个会告诉你这篇文章主要说什么。比如说我们来看47A 辣椒的用途。什么叫用途啊？就是这个东西有什么用啊？那 B 辣椒为什么会辣？ C 辣椒的种植方法，就是如果我想在地里边种辣椒，我要怎么去种它？第四 D 辣椒的分布范围，就是辣椒在什么地方，比如说在中国的话，在哪些地方有辣椒？比如说四川有吗？云南有吗？山东有吗？这个是分布范围。在热的地方有吗？在温带、在寒带有吗？这个是分布范围，就是它在哪些地方有这样的意思。所以我在这里47题，我用最快的速度看 A、B、C、D 以后，我可以判断出来这篇文章一定是科普文章，一定是介绍辣椒的。那至于是辣椒的哪个方面，我只要认真听一听就能知道。那然后我们一边听一边来看这里的 A、B、C、D。那因为我们是在做练习，所以老师先带着大家一起来看一下前边的题目。44A 含辣椒素， B 没有种子， C 可以做药材， D 绿色的更辣。那关于辣椒我们可以知道的信息是什么？那同学们看一下 A 含辣椒素，这个辣椒素是什么呀？其实呢，老师可以告诉你，老师也不知道辣椒素是什么因为老师也不是科学家，也不是学习和研究辣椒的，所以辣椒素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老师不清楚，大概是辣椒里边的某一种物质吧，但是具体是什么不清楚。但是同学们不要担心，假如说答案真的要选 A 的话，你一定会听到辣椒素这个词，它这个辣椒里边是有辣椒素的，如果答案是 A 的话，但是现在我们还不知道，所以我们要认真的去听才会知道。也就是说，如果你在文章里边听到了很专业的词汇，比如说像辣椒素，那如果这个词是答案的话，一般来说你听到什么就可以选择什么，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担心。那没有种子，种子这个词相信大家都知道，如果我想要种辣椒，我应该有种子放在土里边，然后过一段时间它会长出来辣椒。那可以做药材，非常简单，是可以做药的。然后呢，绿色的更辣，不知道是不是这样，我们要听一听才能知道。那第45题 A 喜欢群居，喜欢很多住在一起。 B 不喜食辣，就是不喜欢吃辣的。 C 攻击性强，很喜欢攻击别人。 D 繁殖很快，可以生很多孩子可以很快的生很多孩子，比如老鼠这种动物，它的繁殖就很快，因为它可以一个月生孩子很多，下一个月还可以生孩子这个老鼠听说是这样的但是老师也不是专家，不太了解，但是听说过老鼠可以很快的生很多孩子，我们可以说老鼠繁殖很快。那45的话呢，应该就不是辣椒了，应该是关于一种动物关于一种动物。那这种动物到底怎么样呢？我们要学习听到的之后，我们才会知道。然后第46A 鸟， B 昆虫是虫子， C 是肉食动物，就是吃肉的动物。 D 呢是爬行动物，在地上爬的，比如说蛇，它就是一种爬行动物，还有鳄鱼蜥蜴等等，它们是在地上爬的动物。好，那46的话呢，有可能这4种东西都会出现，那你要去认真的听哪一种怎么样，然后你要去听清楚问题问的是什么。
这样的话你才能够选择正确答案。好，那在这里边44、45、46、47，这是一篇关于辣椒的文章，而且介绍了辣椒和动物，那到底是什么关系呢？我们要一起来听一下。好，现在一起来听，同学们要把答案自己写下来，然后老师再告诉你答案是什么。好，现在我们来听44到47题。第44到47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辣椒为什么会这么辣？这种让吃不惯辣椒的人眼泪直流的灼痛感觉，是辣椒保护自己的种子不被哺乳动物吃掉的一种策略。辣椒中含有一种被称为辣椒素的物质，能够刺激皮肤和舌头上感觉痛和热的区域，使大脑产生灼热疼痛的辛辣感觉。科学家对一种野生辣椒进行研究，观察有哪些动物以辣椒为食，结果发现小型哺乳动物根本不碰这种辛辣食物，吃辣椒似乎是鸟类的专利。实验表明，辣椒果实被小型哺乳动物吃掉，种子经消化排出之后几乎不能再发芽，而鸟类的消化系统基本不对辣椒种子造成伤害。科学家认为，辣椒之所以辣，是出于保护自己的考虑。辣椒不想让哺乳动物把它们的果子吃掉，所以才在辣椒果子里产生了辣椒素，这样吃不了辣的动物就会放弃。而鸟类却丝毫吃不出半点辣味，它们的痛觉感受系统和哺乳动物的不一样，辣椒素能给它们清爽的感觉，还有止痛的功效，所以鸟类吃起辣椒来像在嚼口香糖，而果实中的辣椒籽则会完整的经过鸟类的肠道排泄出来，完成一次又一次的播种。44，关于辣椒，下列哪项正确？45，关于小型哺乳动物，可以知道什么？46，哪类动物爱吃辣椒？47，这段话主要谈什么？好的，那我们先从47来看起，这段话主要谈什么？是不是开篇你就听到了？在第一句你其实已经听到了这篇文章想告诉你什么，那这就是科普文章的特点，就是辣椒为什么辣，它会先告诉你我想要说什么，然后再进行一个详细的介绍。所以这个题目应该要选择 B， 对不对？那同学们，现在你知道了辣椒为什么辣了吗？我相信同学们应该是知道了啊。那我们来看一下关于辣椒我们可以知道什么。那含辣椒素，这是一个非常专业的名词，你有没有听到这个词呢？你听到了，所以 A 是对的。那关于没有种子，这个是不对的，因为辣椒是有种子的。可以做药材，没有提到，绿色的更辣也没有提到。好，所以第44题应该要选择 A。45题他说呢，关于小型哺乳动物，我们可以知道什么？那我们在整篇文章里边听到了两种动物，一种动物是小型哺乳动物，一种就是鸟类。所以关于小型哺乳动物，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关于鸟类，我们可以知道什么？那这两种不同的动物，你一定要记住它们的特点是什么。只要你记住了这个题和这个题，你都是可以做对的。那么我们在关于辣椒为什么辣里边，我们了解到的知识是，辣椒为什么辣呢？因为它要保护自己的种子。辣椒里边有辣椒素，所以呢，很多动物不能吃这个辣椒素，吃了以后会觉得很疼，
所以呢，它为了不让别的动物吃自己的种子，所以才这么辣。所以那小型哺乳动物它不喜食辣，它不喜欢吃辣的，所以呢，辣椒才可以保护自己。那鸟能不能吃呢？它第46个问题就是哪种动物可以吃辣？那其实就是鸟类。为什么鸟可以吃呢？因为鸟的消化的系统和小型哺乳动物是不一样的因为鸟呢，它吃辣椒种子，吃辣椒的时候呢，它感觉不到动物吃的时候的那种感觉，那种辣的不舒服的感觉，刺激的感觉，它是感觉不到的。而且呢，辣椒的种子进入鸟的肚子以后，肠胃以后，经过消化以后，再排出来以后呢，这个辣椒的种子还是可以发芽的还是可以种下去，长出新的辣椒来。但是小型哺乳动物如果吃了辣椒，它从这个肚子里边消化，然后排出来之后呢，是不可以发芽的。所以这就是两种动物吃辣椒的区别。那么答案就是45，应该选择 B 小型哺乳动物不喜欢吃辣的。那46的话呢，谁可以吃辣的呢？是鸟类。好，所以呢，最后这个题目的答案就是44选 A，45选 B，46选 A，47选 B。那不知道你做对了没有？那同学们会发现，我在听这篇文章的时候，有好多词没有听懂。有些同学甚至跟老师说：“老师，什么是小型哺乳动物？我不知道但是同学们，你知道什么叫动物，对不对？小型哺乳动物，什么小什么什么动物，那肯定是一种动物，那就确定了。那这种动物到底是什么动物？你不要去管它，你要管的是小型哺乳动物可不可以吃辣？吃了辣以后它怎么样，对不对？这才是最重要的。你如果记住了这个信息，你这个题目是可以做出来的。好所以这就是我们要再一次提醒大家的，有些词听不懂真的没关系，你是可以做题的。那现在呢，老师来给大家介绍一下什么叫做小型哺乳动物。那大家都知道，猫和狗都是不太大的动物有的狗很大，但是有的狗很小小狗和小猫它们是很小的动物。那它们如果要生孩子呢，这个孩子是在自己的肚子里边，像人一样。然后呢，小猫和小狗也和人一样，非常非常小的刚出生的猫和狗呢，要吃妈妈的奶才可以长大。这个小的动物吃妈妈的奶的这样的动物，我们叫它哺乳动物。比如说鸟的话呢，它不是哺乳动物，为什么呢？因为鸟呢，它的孩子不是在肚子里边，它是生一个蛋，然后呢，这个蛋变成小鸟。那大的鸟也没有奶给它的孩子吃，大的鸟呢去抓虫子呀什么东西，然后给自己的孩子小小的鸟吃。所以他们生孩子的方式和养孩子的方式是不一样的。那如果生孩子和养孩子的方式和人一样，我们就叫它哺乳动物。那如果是鸟的话，那就是鸟类，这个是不一样的。我相信同学们应该了解这样的知识，但是有可能不知道在汉语里边怎么称呼它们有什么样的名字但是实际上即使你不知道什么叫做哺乳动物，其实也没有关系，你是可以做出来这个题的因为你听到了小型哺乳动物怎么样，你就要去它怎么样，这个是最重要的。好，那大家也发现了，其实这个题目你在听的时候，我为什么要说一边看一边听呢？因为其实我们是先听到了这个题目答案，然后听到这个题目答案，然后听到这个题目答案。那最后一个题目我为什么要让你先去看呢？因为这个题目可以告诉你
这篇文章主要说什么啊？这是一个整篇文章的一个题目，所以先看这个，然后呢一边听一边看，我相信你一定可以找到答案，而且一定可以记住最重要的信息。这个就是我们的最普遍的方法。那同时呢，也介绍了科普文章的特点。那下边呢，我们还有一些练习，请跟着老师一起来做练习。你要记得啊，做完这个练习之后，要学习相关的词汇，要明白，要理解科普文章是什么样的结构，怎么去写这样的文章。同学们只要记住了，熟悉了，相信你做题的时候一定就会问题不大了。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下一个题目。那在这里老师进行了一个介绍，有一种的科普文章呢，它是会做一个研究，或者是发生了一个事情，然后最后呢，它会有一个结论啊，就是告诉你通过这个研究我们发现了什么呢？我们发现了一个事情啊，有一个结论。所以这样的科普文章也是比较常见的。那比如说我们在这里看一看48到50题啊，这3个题目。那当然了，首先要看第50题。50题的 A 是对别人要大方， B 阅读时间不宜过久， C 与人交往要保持距离， D 人与人之间需要信任。那 A、B、C、D 你是不是都明白呢？在这里边有没有什么词是你不认识的呢？你记得一定要去查一下。那 A 里边呢，大方这个词是什么意思呀？那我们知道汉语里边有2个词啊，一个词叫大方，一个词叫小气啊。大小的小，气呢就是空气的气。大方和小气是一对反义词啊，这2个词谈的都是人对钱的态度。那比如说，如果一个人他特别爱自己的钱，从来不请别人吃饭，觉得自己的钱非常重要，他不愿意花钱，不愿意对朋友、对家人、对别的人好啊，在钱的方面不请别人吃饭，不送别人礼物，特别爱自己的钱，这样的人我们说他是很小气的人。那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他非常愿意花钱，愿意为了别人花钱，请朋友吃饭呀，送朋友礼物呀，朋友如果说不好意思，我可以借你的钱吗？他说没问题，我可以借给你钱。那这样的人我们就说是非常大方的人。所以 A 的意思是我们对别人应该要大方一点啊，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别人需要比如说别人帮助你的时候，你要去感谢他，你要愿意为别的人花钱，这个就是 A 的意思。那么 B 的话呢，比较简单，这个宜呀，就是不适合、不应该的意思。久呢，意思是很长时间，所以我们在读东西的时候，我们在阅读的时候，时间不应该太长，是 B 的意思。那 C 的话呢，与人交往要保持距离啊，人和人之间啊不要太近了，要有一定的距离。那这个距离啊，可以是比如说从一个地方到一个地方的距离，也可以是人和人之间的距离。这个距离，交往的距离呢，就是比较抽象的距离了啊。那 D 是人与人之间需要信任啊，就是我们要相信对方，相信别人。那这 A、B、C、D 呢，我们可以知道，就是这篇文章讲的应该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吧，一个结论吧。那到底哪一个是对的，我们听了文章以后才会知道。那现在我们一边听一边看48和49。当然，为了学习新的词汇，我们要先来看，再来听。48的 A 是愤怒，愤怒是什么呢？就是生气的意思。所以愤怒就是生气，它们的意思是一样的。大家可以看到，愤怒的愤
左边是竖心旁，愤怒的怒下边是心字底，它们都是和心情、情绪、思想有关系的。那这个词你一定要记住，生气的意思。B 是无动于衷，什么叫做无动于衷呢？同学们，这个成语你知道吗？无动于衷就是没什么感觉，没什么反应的意思比如说呢，这个有一个人他现在一直在想问题，非常非常认真，非常非常集中的想问题。那比如说有一个人说外边下雨了，大家都去看外边下雨了，只有他无动于衷，因为他在特别认真的想问题，所以他听到别人说什么也没有反应，也没有这个回答那这就是无动于衷的意思，就是没有反应的意思。好，那 C 是坐到别的地方， D 是和心理学家聊天。那 A、B、C、D 里边我们可以知道我们看 A、B、C、D 我们可以知道呢，就是这个问题一定是关于发生这个事情以后人们的态度是怎么样的，是很生气吗？还是觉得无所谓没关系没有反应呢？还是说他坐到别的地方去了？还是说他聊天？那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在第一段里边一定会出现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人们的反应是什么。那49的话 A 持续了数月。什么叫做数月？就是好几个月，一直进行了好几个月。 B 呢，进行了很多次。然后 C 结果受到质疑，大家不太相信这个结果，大家觉得这个结果是真的吗？这就叫受到质疑。然后 D 采取了小组讨论的形式。小组讨论是什么意思呀？就是比如说我们有12个人，我们分成3个组，每个组有4个人，4个人，4个人。那你们4个人讨论，你们4个人讨论，你们4个人讨论，那这就叫做小组讨论。那采取小组讨论的形式。那么我们在看49的时候，我们发现这是关于一个事情，它是关于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知道什么，或者是关于一个像研究我们可以知道什么。那这是第49题要问的问题。所以我们这个题目呢，需要注意的是你要去听，从一开始就要认真的听。如果真的有一个事情，你要去听它的特点是什么。好，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听一听这篇文章，然后你要把答案写下来，最后呢，跟老师一起来看一看你的答案到底对不对。好，现在一起来听这个题目。第48到50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一位心理学家做过一个实验，当一个大阅览室里只有1位读者时，心理学家就走进去，拿把椅子紧挨着他坐下。实验进行了整整80人次，结果证明，没有一个被试者能够容忍一个陌生人紧挨自己坐下。当心理学家坐在他们身边后，很多被试者会默默地移到别处坐下，有人甚至明确地问：“你想干什么？”很明显，这个实验得出了一个结论：没有人能容忍他人闯入自己的空间。人与人之间需要保持一定的空间距离，即使最亲密的2个人也是一样。这也就是为什么2个关系密切的人越是形影不离，就越容易爆发争吵。48，大多数被试者是什么反应？49，关于实验，下列哪项正确？50，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好的，最后一个题目，
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我相信你是可以把答案做出来的，因为结论就在最后。它前边是一个实验，实验之后，这个实验告诉我们，人和人交往的时候要保持距离，对不对？那答案应该要选择 C。好，那49的话，实验的时候实验的过程当中，被实验的人他们的反应是什么呢？是很生气吗？还是没关系，没有反应？还是说坐到别的地方？还是说和心理学家聊天呢？同学们应该是听到了答案，这个应该要选择 C， 是坐到别的地方。那第49题第49题关于这个实验，我们可以知道，那这个我们可以知道什么？那这个题目的话呢，从一开始到最后都有可能会有答案。那这个答案在前边，在最开始的时候，那这个实验怎么样啊？同学们有没有听到一个非常关键的词？他说呢，这个实验一共做了80人次，80人次，所以答案应该要选择的就是这个 B， 进行了很多次。那既没有听到小组讨论，也没有听到有人怀疑这个结果，那也不是持续了几个月，因为没有提到持续了几个月，他提的是进行了80人次，所以这个次数是比较多的，答案应该要选择 B。 48选 C， 49选 B， 50选 C。 同学们，你做对了吗？那现在呢，我们再来介绍一下这篇科普文章的内容，老师用简单的话介绍一下。那首先，这是一个心理学家的实验。这个心理学家他做了一个什么实验呢？他去一个图书馆里边，他看到有一个人，然后呢，他就拿了椅子坐在这个人的旁边。那他坐在这个人的旁边呢，这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说法。那实际上我们听到的是，他就搬着椅子紧挨着这个人坐下，紧挨着这个词是特别难的一个词。紧就是紧张的意思，那比如说这个就也叫紧就是特别紧，那这个就是很松，所以像紧和松这样的意思，你是不是知道呢？那这个是紧的意思，非常紧或者是衣服很小的话，你也可以说，哎呀，这个衣服太紧了那挨着就是在旁边的意思，比如说老师现在呢就挨着这个屏幕，这个叫挨着。紧挨着的意思就是特别近的，特别近，就是挨着，这叫紧挨着。比如说你们有没有坐过北京的地铁呀？早上的8点半，如果你去坐地铁，人挨着人，人紧挨着人，一个人离别的人特别近。所以这个实验里边呢，心理学家他做的实验就是他去图书馆里边，然后看到一个人，他就紧挨着他坐下，然后呢，这个人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很奇怪，所以他会马上换这个人会换到别的地方去坐然后呢，这个实验进行了80人次，80多人次。那最后结论就是人不能接受离别的人，陌生的人离自己特别近，所以结论就是人和人之间要保持距离。他最后一句话说呢比如说关系特别好的人，如果每天在一起的话，就比较容易争吵，比较容易吵架这是他这个心理学家的一个实验。那这个实验的结果到底对还是不对？那这篇文章里边没有说，他只是说有这么一个实验。好，那现在同学们明白了吗？这篇文章，那在这篇文章里面我们出现的这些词汇，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你不但要理解它的意思，而且你最好能够明白这些词要怎么用那比如说像这个
结果受到质疑，那质疑这个词就可能在阅读选词填空里边出现。如果你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你知道他们会说受到质疑，那有可能下一次考试的时候，如果看到这个词，你就能够做对了。好，那这是我们的第2个练习。现在呢，我们要继续做练习。那我们现在来看这一个，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在一个科普文章里边，关于动物、关于植物的一个知识，我们其实有的时候也可以得到一些道理就是说呢，他介绍了一个东西，但是在介绍过程当中，我们最后会发现，这个东西和人好像人生是比较近的那么实际上呢，我们同学们可能如果常常读中国的文章的话，都会发现，有的时候动物的事情或者是植物的事情，我们会比喻到人的身上比如说可能以前同学们有可能会听到过比如说 HSK 5级考试里边，或者是 HSK 6级里边也会有，比如说他说呢，这个一山不容二虎，一个山里边不能有2只老虎，因为他们会竞争所以呢，他说人也是这样的那这就是说明，然后最后有一个道理，他会带到人的身上，跟人做一个比较那这也是一个非常经常出现的情况。那包括呢，我不知道同学们是不是知道，中国人特别喜欢竹子，那个 panda 那个大熊猫那他喜欢吃竹子，那中国的人也是喜欢竹子的，为什么呢？因为竹子很直特别直那如果一个人也很直他是一个好人，一直是一个好人，就像竹子一样，那这也是很好的。所以呢，有的时候动物和植物一些科学的知识，最后也能告诉我们一些道理。那有的科普文章就是这样的。比如说，如果我们看前边的话我们会发现这篇文章是科普文章，但是最后呢，我们会发现这篇文章的第47题，他说 A 基础是关键最开始就是最重要的基础是关键。 B 目标要明确，如果你要做什么，你一定要很清楚自己要做什么，自己的目标是什么C 呢是要知难而进，就是虽然你遇到了困难，你知道它很难，但是你还应该前进，你还应该去努力，你不可以知难而退知道很困难说算了我不做了。比如说你们都知道 HSK 6级非常难，但是还是在努力的学习，这就是知难而进的意思。第四个从实际出发就是如果你要做什么事情的话呢，你不能只是想象不能只是随便想一想可能怎么样，你要考虑实际的情况，然后从实际的情况开始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从实际出发的意思了。那看到47的时候，我们觉得这可能是一个讲道理的文章，但是实际上我们再来看前边的内容。44 A 近似停滞，那停滞就是停下来了，不继续的意思，近似就是差不多的意思，因为离这个停滞很近了就是差不多要停下来了。第二个 B 越长越慢， C 呢快速生长，长得非常快。 D 呢只长茎不长叶只长茎不长叶什么意思呢？比如说一种植物中间的特别粗的部分就叫茎，那旁边的叫做叶子叫叶子。好，只长这个中间的很厚的部分，
不长叶子。那 A、B、C、D 应该是介绍一种植物它的生长情况是什么样的，同学们要记住了。那45的话 ，A 是根系发达，它的根土的下边呢有树的根，这个根呐特别多，特别长，根系发达。B 土壤肥沃，就是这个土呢特别有营养啊。那 C 是雨量充沛，就是一直下雨，所以水是非常够的。D 是光合作用充分。什么叫光合作用？同学们知道吗？就是植物啊，它需要生长，它怎么得到营养呢？一种是在水里边得到营养，一种是太阳给它营养。这个植物它晒太阳，然后呢，它可以把这个就是它可以吸收一些好的东西那这就叫做光合作用同学们如果还是不了解的话，去查一下，在英语或者在你的母语里边，一定有一个词是跟它的意思完全一样的，因为这个词呢是一个科学的名词，这样的词你一定可以找到一个相对应的翻译。好，那这是关于这种植物的特点的，同学们要记住。46 A 是有刺儿，B 呢是存活率低，C 是需要人工培育，D 是会出现成长的爆发。那 A 有刺，它也是在介绍这种植物的特点。这种植物有没有刺呢？什么叫做刺？刺就是那个特别尖的部分，比如说有一种花叫做玫瑰 rose， 那这种花呢它很漂亮，但是呢它的这个枝上的你去拿它的时候，哎呀很疼，是因为它有刺。那我们现在介绍的这个植物有没有刺呢？你要去听一下。存活率低，就是说如果我种10个这种植物的话，只能活下来1个，其他的9个都死了，那这就叫做存活率低，就是它活下来的可能性比较低。C 需要人工培育，它自己自然的生长是不行的，必须要人来在一个地方去种它那 D 是会出现成长的爆发，成长就是长大的意思，爆发的意思是突然发生，所以会突然长大。那这个不知道是不是对不对是不是对的？这篇文章看上去有很多专业词汇，看上去是非常难的，但是大家要记得老师刚才告诉你，如果出现专业词汇，基本上你会听到一样的答案你听到什么基本上就可以选择什么。如果我们没有听到相关差不多的词汇，那我们就要注意它是不是有没有差不多意思的词出现所以大家放心，即使有的内容你听不懂，你在听的时候把你听懂的部分记下来，你也是可以把题目做出来的。那现在呢，我们一起来看这个，而且我们要注意前边的说明介绍，后边告诉我们一个道理。那这个道理是什么呢？最后这个你也一定要注意听清楚，道理会在最后，大家注意去听，前边是细节，后边是道理。第44到47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南方生长着一种毛竹，在最初的5年里几乎看不到它的生长，它以一种近似停滞的生长状态显现于自然界，即使在土壤十分肥沃的地方也是如此。5年过去了，到了第6年，毛竹却以令人不可思议的速度快速生长，短短1个半月便可长到20米以上。在生长最快的半个月里，每天甚至可以长1.8米。在不被人注意的5年里，毛竹的根系向周围生长了10多米，向地下生长了近5米。
正是依靠这坚实的基础，才使它在第6年到来的时候，趁着雨季的滋润，能够进行一次成长的爆发，一跃成为竹子家族，甚至是自然界中的生长冠军。可以说，正是强大的根系，保证了毛竹后期的急速生长。对于一个人来说，人生多半时间是沉寂的，许多人成功成名之前，都曾经历过相当长时间的积淀。只有像毛竹一样耐得住寂寞，经过早期的大量积累，打下坚实的基础，才能厚积薄发，有所成就。44，在最初5年里，毛竹处于怎样的生长状态？45，毛竹为什么能够成为生长冠军？46，关于毛竹，下列哪项正确？47，这段话主要想告诉我们什么？好的，这篇文章确实有点难，但是呢，我们也发现了，其实如果我们能够听懂主要的内容，其实还是可以做出来的啊。特别是我们听到了一些比较特别近的一些词汇啊，所以其实还是可以做出来的。比如说第一个呢，在前5年里边，首先我们要确定的是，这个科普文章介绍的是一种植物，这种植物叫做毛竹是一种竹子。那这种竹子的生长有一个特点，就是前5年的时候怎么样啊？它的生长状态是怎么样的？它长得很快，还是长得越长越慢，还是怎么样呢？我们其实听到了完全一样的词汇，就是近似停滞的状态。而且如果你没有听清楚近似停滞，你也可以听到它几乎不生长几乎没有什么变化，几乎不怎么生长。那这个词你应该也是可以听到的。如果你听到这个，它比较简单，你也应该要选择 A， 对不对？那好，45呢，它问的是为什么毛竹可以成为生长冠军？什么叫做生长冠军呢？它前5年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但是在第6年的时候会长得非常快，成为生长的第1名，就是冠军。为什么可以这样呢？因为它在前5年里边，上边虽然没有长，但是下边它说了它的根横着可以长10米，竖着可以长8米，就是10米和8米就长得很多，长得很深。后来也说根系非常强大，所以它后面为什么可以长得很快，主要是因为它的根特别强。这个你也是听到了，你在前边听到了10米和8米，你在后边听到了根系非常强大，所以答案应该要选择 A， 根系发达。那 B 和 C 呢，我们听到了，但是呢，我们听到的是在前5年，即使在土壤肥沃的地方长得也很慢。我们听到 C 呢，就是在第6年的时候，它有一个长得非常快的时期，如果雨量充沛的话，在15天以内，每天可以长1.8米，就长得非常多。如果最近雨比较多的话，它会长得特别快。但是最根本的原因是它的根特别强。好，第46个，关于毛竹，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呢？有刺儿我们没有听到，存活率低也没有，需要人工培育也没说，会出现成长的爆发，
这个我们也听到了一样的词汇，所以你应该可以选择出来。那比如说有同学说老师我没有听清楚这个词，那你一定听到了。他说第6年的时候，它会一下子长得非常非常快，非常快速的生长，一下子长到20米。那这个其实就是成长的爆发，所以也应该要选择 D。那毛竹在前5年的时候不怎么长，主要长它的根，然后呢，在第6年的时候有成长的爆发。这个故事，这个情况，这个现象给了我们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呢？我们发现啊，人也是这样的，大部分的时间你很普通，没有什么特别的，但是如果你慢慢的积累，你学习很多东西，你的基础非常好，你打好了基础，如果有机会的话，你一定也会出现成长的爆发。你学习了很多东西，你有很好的基础，如果有一个机会，你可以突然会展现发挥你的能力。那所以基础是关键基础是关键。所以答案就是44选 A， 45选 A， 46选 D， 47选 A。 那你做对了吗？这篇文章确实我们从 ABCD 看上去也比较难，听的时候也发现了很多词听不太懂。但是同学们你要记住，如果你听懂了最简单的内容，你稍微想一想，这些题目都应该能够做出来。而且如果是特别专业的词，基本上你会听到一样的或者差不多的词汇，你听到了，基本上你差不多都可以选择。所以这样的题目你其实是可以做出来的。好，那最后呢，我们再来做一个练习。那在这个练习里边呢，我们说它既然是科学的普及文章，很有可能它是要去改正你的一些错误的想法。比如说关于一件事情，人们的想法是什么样的，但是科学家会告诉你，你们的想法都是不对的实际上应该是怎么样的。那科普的文章，这一类的文章也是非常非常多的。所以同学们要注意，这样的文章前边是错的那个东西，后边才是对的东西，然后中间呢会出现但是其实实际上这样的词汇所以这样的文章其实非常多那同学们遇到这样的文章，大家一定要小心前边是错的呀。好，那现在呢，我们来看一下。先看43 ，A 是鸟的种类， B 是鸟巢的用途， C 是鸟的休息方式， D 是鸟的成长过程。那可能里边有一个词鸟巢，大家都知道在北京有一个奥林匹克的一个运动会的一个地方，那个地方就是一个鸟巢，就是鸟的家鸟巢。同学们这个词一定要记住了。其他的好像看上去都不是特别难。鸟有什么样的种类？有几种鸟？鸟怎么休息？然后鸟长大的过程是怎么样的？都比较简单。所以这篇文章介绍的是鸟，关于是鸟的什么呢？听了以后就会知道。那现在我们来看一下第41个 A， 鸟巢很坚固。什么叫做坚固就是很结实，不容易被弄坏。B， 许多鸟不会筑巢。那大家要注意，鸟有自己的家，对不对？它的家是怎么做的呢？它叫筑巢，动词是筑巢。那中国人，我们汉语里面说，如果一个人想要有房子的话，他要盖房子。那鸟呢，它要筑巢。很多鸟不会做自己的家。C，
下雨时鸟会躲进巢中啊，下雨了，外边下雨了，鸟会进它的家里边藏起来。D， 许多鸟不在巢中睡觉，有很多鸟呀不在自己的家里面睡觉。那关于鸟和鸟的家，我们可以知道什么？大家一定要在最开始的时候就要注意去听了。42A， 繁殖后代。繁殖后代，同学们现在明白了吗？现在有没有繁殖这个词？是不是知道了？啊，刚才我们已经说过了，大的猫生小的猫，大的老鼠生小的老鼠，就叫繁殖，就是简单的说生孩子啊。躲避天敌，天敌就是它的敌人啊，比如说这个老鼠的天敌就是猫，所以老鼠有一个家，它为什么去家里边？它为了躲避这个猫，所以躲避天敌。C， 寻找配偶，配偶是什么啊？男人他要有一个女朋友，要有一个太太，那太太就是他的配偶。那一只公的小猫，它要有一只母的小猫啊，男的小猫和女的小猫，我们说公猫和母猫。那一个公猫要找一个母猫，那这就是配偶啊。所以他想要找一个男朋友或者女朋友。D， 储藏食物，吃的东西要藏起来啊，要存起来。那这些词，同学们一定要注意去学习，意思我简单的说一下，那怎么去用？大家下课的时候一定要去查。我希望在我们做练习的时候看到的所有的词，同学们都可以认认真真的去查，而且都能够记住这些词是什么意思。它们都是6级的词，非常重要。好，那41、42、43，关于鸟。关于鸟和巢的关系，关于这个东西的作用是什么？其实老师现在大概把答案都猜出来了。那同学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答案，这些3个题的答案应该要选择什么？然后注意前边有可能是错的，所以你一定要注意听清楚对的答案是什么。第41到43题是根据下面一段话。很多人都认为鸟巢是鸟的家，也是鸟睡觉的地方，但这种说法可能仅仅是想当然。动物学家在观察鸟类生活习性时发现，许多鸟并不在巢中睡觉，就连狂风暴雨的时候也不到巢中藏身。例如野鸭和天鹅，夜晚时总是弯曲着脖子，将脑袋夹在翅膀之间，身体漂浮在水面上睡觉。而鹤、鹭等长脚鸟类则喜欢站在地上睡觉。鸟既然不在巢中睡觉，为什么还要辛辛苦苦地筑巢呢？原来对大多数鸟类来说，鸟巢是繁殖后代的产房。通常情况下，雌鸟在巢中产卵和孵卵，等小鸟孵出后，鸟巢又成为育儿场地。当小鸟长大开始独立生活时，鸟巢的使命便完成了，最终被鸟遗弃。总而言之，地球上的9000多种鸟类中，大部分建鸟巢仅仅是为了养育后代，而不是为了夜晚睡觉。41，动物学家发现了什么？42，鸟为什么筑巢？43，这段话主要谈什么？好的，看到这些题目的 A、B、C、D 的时候，可能觉得哎呀，科普文章啊特别难呀。但是实际上听的时候会发现，答案都在文章里边，我们可以直接听到答案。41
，41选择 D，42选择 A，43选择 B。那这篇文章它介绍的就是鸟巢的用途，就是鸟为什么盖一个房子，鸟的家有什么用啊？大家都以为鸟的房子是用来睡觉的，但是动物学家发现许多鸟不在巢中睡觉。他给了一些例子啊，比如说野鸭和天鹅，它们是飘在水上睡觉啊，把脖子夹在翅膀里边啊，飘在水上睡觉。那像鹤呢，这种长的鸟呢，它们是站着睡觉。当然了，如果你不知道什么是鹤，这个其实没有关系哈。而且即使狂风暴雨也不进去躲藏啊，下雨了、刮风了也不进去。所以呢，那这个鸟既然没有用，那鸟为什么要有一个家呢？主要是为了繁殖后代。那后面他讲了雌鸟啊，什么叫做雌鸟呢？就是人有男的和女的，猫和狗这种动物有公的和母的，那鸟呢有雄的和雌的啊，这样的科学知识的基本词汇你一定要知道啊。那雌鸟就像是那个妈妈一样，它呢要产卵，就是像公鸡，像那个鸡呀生鸡蛋一样啊，它要生一个蛋，然后呢孵卵，这是一个蛋。这个鸟呢要趴在上面，给它一些温度，然后呢让这个蛋开了以后，过一段时间之后就会生出一只小的鸟来，叫做产卵，生产的产，卵呢就是蛋的意思，产卵，然后呢孵卵，然后呢卵出来，这个鸟出来以后呢，它还要育儿，就是教育养育它的孩子。等这个鸟长大了以后呢，小鸟就飞走了，然后呢这个巢就不用了，就遗弃了啊，是这样的内容。然后呢，所以他在这里面说，这个鸟巢的主要作用就是繁殖后代，并不是为了睡觉，也不是为了躲避这个雨。好，那这篇文章呢，相信经过简单的解释以后，同学们应该能够听懂了啊，能够明白所有的意思了。那这篇文章啊，就是前边说很多人以为怎么样，但是动物学家发现，那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被前边骗了。如果前边说很多人觉得怎么样，你一定要注意后边有没有但是，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如果同学们只听第一部分，可能就会这个题目就会做错啊。那幸运的是，这个句子我们都能够听到完全一样的意思。当然了，有些同学可能说，老师，这些词如果我不认识的话，我听到了也不知道他说什么。对，所以 A、B、C、D 里边出现的所有的词汇，你都一定要会，你要认识它，你要明白它的意思，而且你要知道它怎么去用，这个是非常重要的。那我们也希望通过这样的练习呢，同学们可以在这里面学习一些重要的词汇，这些词都是很有用的。好，那这就是我们的这个科普文章。我们用了4个练习来帮助大家呢来了解科普文章的特点，而且也了解科普文章一般来说会有什么样的类型比如说这样的科普文章比如说这样的科普文章那么这些呢，我们希望就是通过这种虽然练习不是很多，但是我们也希望给大家一种方法，让大家有一定的了解。那然后在真正你去考试的时候，你会觉得没有那么难。而且呢，也希望大家呢用我们的这个 cnhsk.org 的这个网站，多去做一些模拟考试，多去学习一些词汇，多去做一些练习。那如果在做题的过程中或者学习的过程中，如果遇到了问题不明白的，那欢迎大家扫这个2维码来加我们的微信，然后呢问我们的老师。
我们的老师都是非常愿意帮助大家回答问题的。好的，那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之后我们会进行下一节课的学习。